每天同一个位置的你。需要翻译的朋友，请打开字幕观看。第一次见面在网吧，小夏在一家24小时网吧上班，他习惯了顾客的各种样子，打游戏的，看电影的，逃避现实的。那天傍晚下着雨，一个男生推门进来，衣服有点湿，他抖了抖头发，冲他笑了笑。开3小时，声音有点低，很温和。小夏递给他卡，看了他一眼。他坐在靠窗的位置，对着电脑屏幕发呆。没多久，他打开了招聘网站。小夏心想，又是找工作的吧，最近这样的人好多。他似乎发现他的目光，轻轻抬头，两人视线碰了一下，都有点尴尬。他赶紧低头，假装在看键盘，而他嘴角不自觉地弯了一下。夜色渐深，雨声更密。电脑区突然传来啪的一声，一台机器黑屏了。不会吧，又坏了？小夏皱起眉。他拿着手电过去看，那个男生也站了起来。我可以看看吗？小夏一愣，他蹲下，插拔网线，重新启动电脑，系统慢慢亮起。可以了。他回头笑了一下。小夏愣了2秒，点头，心里却想，他看起来不像没工作的样子。他又想笑，又有点好奇。外面的雨还没停，而他们的故事刚刚开始。第2话，掉下来的饮料。那天晚上，网吧里人多的连走廊都挤满了，风扇转得嗡嗡响，空气里混着方便面和咖啡的味道。小夏一边换卡，一边心里想，唉，今天这班真乱，不想说话，只想早点下班。前排一个学生边玩游戏边伸手去拿饮料，一碰，饮料滑了下来，饮料顺着桌边流下来，地上溅了一片。小夏提着抹布走过去，他心里有点烦，每次都这样，能不能小心点儿？就在他弯腰擦地的时候，一张纸巾静静地被放到他身边。小夏微微抬头，那是7号机的男生。他没看他，只是顺手又把一根电源线往里推了推，像是什么都没发生。小夏停了2秒，伸手接过那张纸巾。他心里想，他也不说话，就放在这儿，有点怪，不过挺安静的。他只是轻轻点了下头。阿成也没回应，重新戴上耳机，继续打字。他心里淡淡的想，他工作挺认真，不爱说话，也好，我也不太会说。几分钟后，地面擦干了。小夏起身时，他看见那罐掉下去的饮料被人摆到了垃圾桶旁边，标签朝外。他没说什么，走回前台时，心里有一点奇怪的感觉，好像没什么特别的事，可那个角落突然有点安静。而7号机前，阿成重新打字，他的心里也闪过一念，他刚才抬头那一眼好像不太冷。那一夜2个人都没再说话，心里却都留下了一点声音。第3话，凌晨的习惯。凌晨1点，
网吧的灯光显得有点冷，空调呼呼作响，大部分人都在打游戏。小夏打着哈欠，在前台做着表格。他心里想，每次上夜班都有点恍惚，不过那个人今天也在。7号机的位置靠近炕角，阿成还是坐在那里，屏幕的光映在他手上，旁边放着一个小本子，上面写满了老草的笔记。小夏有点好奇，他每天都写什么？是游戏策略还是求职的东西？他摇了摇头，把目光移开，反正也不关我的事。几分钟后，他听到轻微的碰声，他抬头看见7号机那边，阿成把一包糖放在键盘旁边。他从不吃零食，今晚却打开了一颗。他心里想，得提点神，不然要睡着了。然后他又把另一颗放在桌边。第二天清晨，小夏在收桌子时，发现那颗糖还在，包上的字是蜂蜜柠檬。他愣了2秒，心里轻轻地想，是忘记了还是故意放的？他没动那颗糖，只是随手把桌上的小本子叠好，轻声说了一句：下次还会来吧。7号机的灯灭了，但他的脑海里那个安静写字的背影依然清晰。第4话，打印的小误会。下午换班前，小夏在前台整理账单。他已经连续上了3天夜班，又要核对打印记录，真麻烦。他心里嘀咕着，拿起发票机的打印纸核对数据。就在这时，7号机那边走来一个人，是阿成。他手里拿着一张皱皱的账单。你好，这个好像少了时间。小夏接过账单，看了一眼，他皱了眉。啊，打印机又漏纸了。他叹了口气，从抽屉里拿出备用纸卷儿。阿成站在柜台前，安静地等着。小夏心里想着，他每次都这样，不急不慢，是不是连生气都不会？打印机重新开始工作，噗噗地吐出几张新的账单。小夏撕下一张递过去。不的，在这里。阿成接过纸，看了看。转身的时候又停了一下。你每天都上夜班吗？小夏抬头。啊？没事儿，就是问问。阿成说完，又低头离开。小夏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突然有一点奇怪的感觉。他第一次问我的事儿，可听起来还是那么平淡。而阿成回到座位，心里也在想。他看账单的表情好认真，好像任何事都不想出错。打印机又吐出一张空白纸，小夏看了看那张纸，轻轻笑了一下。又少打了一张，他把那张空白纸折好。算了，就留着吧。他不知道那张纸后来被阿成夹进了他的笔记本里。第5话，雨夜。那天夜里，雨下得很大，雨点打在窗外的玻璃上，窗边的灯光被模糊成一片。小夏靠在柜台边，听着雨声发呆。他心里想，
这么大的雨，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来。门忽然被推开，带着一层凉风和雨气。是阿成，他全身有些湿，头发上还滴着水。他把背包放在桌上，默默坐下。小夏看了一眼，淋成这样也不拿伞。他抿了抿嘴，又低下头继续整理收据。10几分钟后，阿成从座位上起身，走向前台，他手里拿着零钱。给你，时间补一下。声音很轻，像是怕打扰谁。小夏伸手接过，看见他的衣袖还在滴水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轻声说：外面雨还在下。阿成愣了一下，他只是点点头，又回到座位。小夏目送他走回去，注意到他的椅子旁有一把折叠伞，原来是忘在这儿的。他心里轻轻地叹了口气，怪不得拿伞。他看了看那把伞，又把目光移开。一整夜他都没碰那把伞，但第二天早晨，当他再看那位置时，那把伞不见了。小夏嘴角微微一动，他回来拿了，还挺细心的。他自己都没注意到，说这话时的语气比平时轻了许多。第6话，凌晨3点，网吧里只剩下几个人，机器的嗡嗡声听起来像催眠曲。小夏趴在前台的桌子上，盯着公控屏幕，眼皮开始打架。他心里想，再撑2个小时就能下班，要命的夜班。7号机那边，屏幕的光还亮着，阿成的手还放在母梢上，头已经轻轻歪向一边，他睡着了。小夏无意间抬头，看见了那一幕。他靠在椅子上，头发乱乱的，呼吸很轻。小夏皱了皱眉，这家伙就这么睡着了。他本想喊一声，又觉得没必要。算了，反正他也挺安静的。过了几分钟，空调的风吹到他那一排，纸屑轻轻飘动。阿成下意识地缩了缩肩。小夏看了一眼，犹豫了2秒，然后从柜台下拿出一件备用外套。他轻手轻脚地走到7号机旁，把外套轻轻搭在椅背上。他心里想，也许会被别人拿去用，但算了，反正他看起来有点冷。过了不久，阿成慢慢醒了，他发现椅背上多了一件外套。他愣了一下，转头看向前台。小夏正低头写着什么，灯光照在他的肩上，一动也没动。阿成抿了抿嘴角，心里有点暖意。他看见了吧？算了，不问了。他只是把那件外套重新叠好，放在桌角。小夏假装没看到，但心里却轻轻一笑。他也挺客气的嘛。他没再多想，只是继续写着交班立柱。外头的雨停了，天边泛出一点灰白。网吧里的灯光依旧温柔，空气里多了一点不知名的安静。第7话，泡面事件。深夜2点，网吧的灯光有点昏，前台的风扇嗡嗡转着。小夏撑着头看监控，7号机那边传来一个啪的一声，他下意识抬头，阿成正坐在那儿，手边是一碗刚泡好的泡面。他小心地撕开调料包，啵，酱汁直接喷到他手上。
他皱眉，又拿纸巾去擦，可手一滑，泡面整碗打翻，汤汁哗地流下桌沿儿，溅到他裤腿上。阿成动作一顿，他没说话，只是慢慢抽出一张纸，把那碗空壳盖好。小夏全程看傻了眼，2秒后，他嘴角抖了抖。噗！他转身去假装找东西，肩膀一抖一抖。阿成抬头看了他一眼，眼神平静，嘴角轻轻翘了一下。他低头用另一张纸小心地擦桌面。小夏终于没忍住，笑出声。他嘴角抿着，走过去，放下一卷纸巾，什么也没说。阿成看了看那卷纸，点了一下头。他继续擦地。小夏走回柜台，嘴角还没放下。半个小时后，他在监控画面里看到7号机的桌面干干净净，甚至他把那碗泡面重新泡好，正安静地吃着。他轻轻笑了一下，低声自语：真是个怪人。那一刻，网吧的灯光柔和，他的笑意也藏在灯下。第8话，自动售货机前。傍晚6点，网吧开始热闹起来。小夏正忙着换零钱，打印机哒哒哒地响个不停。他一边数钱，一边听着键盘声。7号机今天又有人，是他。阿成一如既往，坐得端正，不说话。只是今天他换了件浅灰色衬衫。下课的学生一批批进来，自助售货机前排起了小队。小夏端着零钱盒过去补货，卡住了。一个学生拍了拍机器，饮料纹丝不动。小夏走过去，弯腰去看，他轻轻敲了2下，还是不出。这时后面伸出一只手，那只手轻轻一按，咚，饮料掉了下来。小夏一愣，他转头，阿成正站在他身后，表情平静。他没说什么，只是把掉下来的罐子接住，递给了他。2人对视1秒，小夏眨了眨眼，谢谢。阿成点了下头，又回到了7号机。小夏拿着饮料，嘴角轻轻动了一下。他没笑出声，只是把饮料放到柜台上，继续忙。1个小时后，他打开那罐饮料，喝了一口，轻声嘟囔，气都没了，然后嘴角又微微一弯。监控画面里，7号机那人正安静地看屏幕，手边放着一罐同样的饮料。第9话，那张纸。凌晨5点，网吧的灯光还没熄，夜班要结束了。小夏拿着抹布，一桌一桌地擦。7号机那边已经空了，屏幕自动熄灭，桌面整齐，杯子、纸巾都收好。他擦到角落时，一张小纸片滑了出来，他弯腰捡起来，那是一页便签，上面有几行潦草的字：明天再改，别慌，会好的。小夏看着那几行字，愣了2秒，然后把纸叠好，放到显示器下。他没想太多，只是觉得那几行字好像写在空气里。他收完桌子，去关灯。7号机的灯还亮着，他停了一下，没关。外头天色微亮，
小夏轻声说：“明天也是吧。”那盏灯光静静地照着，映在他的指尖上。第10话，雨中的偶遇。那天，小夏换了白色工作服，她值早班，外面下着小雨。网吧门口的便利店亮着灯，小夏一边撑伞，一边走过去买咖啡。门口一阵风吹过，她的伞被掀起一边。哎，她急忙压住伞。这时，一个黑影靠近，伞反过来了。阿成弯腰帮她转了转伞骨。小夏抬头：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阿成有点尴尬。早上来打印点资料。他的袖口还是湿的。两人一前一后进了便利店，空气里都是咖啡香。小夏去拿饮料，阿成站在打印机旁。打印机咔嗒卡住，阿成低声嘀咕：“又卡纸。”他伸手去拉，结果啪，纸飞了出来，几张纸飘到小夏脚边。他低头捡起，上面写着几句面试拟记：不要说太多，微笑，回答前先呼吸。阿成看到他手里的纸，连忙伸手去拿。啊，不好意思。他的语气有点急。小夏递过去，轻轻笑。挺认真啊。阿成接过纸，低声回答：第1次面试。他说完，又低头装资料，语气平淡，却手指有点抖。小夏看着那一幕，心里忽然软了一下。外面的雨渐渐停了，两人一前一后走出店门，地面反着灯光，空气里有股淡淡的咖啡香。小夏心里想，原来他也会紧张啊。而阿成边走边低头，心里默念着。他笑的时候眼睛弯的。那天之后，他第1次比平常更早去了网吧。